考克里尔净利氢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碱性电解水制氢设备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距今已经成立了30多年。你知道吗？他们拥有产氢量0.3到1003标方电解槽的成熟生产线，至今已经交付了1300多台，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名列前茅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考克里尔净利，看看他们在制氢领域有哪些新成果吧。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是考克里尔净利的总经理林立邦林总。林总你好。大家好。接下来我们有请林总为我们讲解一下本次考克里尔净利在展会上为我们带来的新亮点吧。参加这个展呢，最重要有3个最大的亮点。第一，一如既往的介绍我们考克里尔净利碱性电解槽的在全球的独特的技术上面的优势。第二，更加贴近我们的上游，也就是电源单、可再生能源、光伏，跟我们电解槽之间的结合，然后我们也可以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一套很完整的电解制氢电源管理的方案。第三，就是我们这次最新的亮点，就是 Power to X 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可再生能源加上氢能，最后到 X 可以是各式各样的应用端，包括合成氨、氯醇、冶金等等。我们希望未来对我们不同的产业都有一套针对性的解决方案。那考克里尔集团呢，是比利时一个很大的工业集团，它的范围包括了能源、氢能、军工、环保等等。那考克里尔净利这间公司呢，在30多年来都专注于碱性电解槽的设计、研发、生产。这个就是我们碱性电解槽的一个模型。那当然，这个只是一个模型，事实上，真正的产品呢是非常相当大的。这个直径呢有将近1.5米到2米之间，重量呢有大概50吨左右。那我们现在所谓的滤氢，就是要透过可再生能源、风光、水电，加上我们的碱性电解槽的设备，把水转化成氢气跟氧气，这样出来的氢氧都是绿色的，毫无污染，毫无碳排放。我想滤氢的发展现在还是在很初步的阶段。那我们现在看到说，其实现在所谓的氢能的概念，但是氢跟能源现在还没有很深的挂钩。那目前呢，因为主要我们这个市场现在急剧的成长，是因为现在要用滤氢去取代市场上的灰氢跟蓝氢。目前这个全国总的氢气需求来说呢，滤氢占不到1%。然后到2030年的时候呢，这个比例至少要拉到20%，所以也就是说滤氢有很大的成长空间。未来呢，肯定灰氢一定是要逐步淘汰的，蓝氢呢可能有选择的慎用，但是未来在这个滤氢肯定是主流的一个发展，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整个氢能的发展它一定是阶梯式的。现在这个阶段是取代市场，滤氢取代灰氢、蓝氢，然后等到燃料电池、燃氢的发动机等等，这些技术更加成熟之后呢，它开始跟能源挂钩了，氢就真正变成2次能源了。所以现在是取代，并不是增量。但是等到氢慢慢转化成真正能源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会再有一次爆发，那个时候是增量的爆发。所以国家从现在开始一直到50年到60年碳中和这个阶段呢，对氢一定是很重要的一个过渡的工具，所以国家对这个氢能整个发展已经有非常好的政策。那我们当然也希望就是说，国家能设定对我们的设备方呢设定更多的标准等等，或者在政策上给我们的行业发展能有更多的支持。氢呢，我们希望它是一个终极能源，所以未来石化燃料一定是要逐步淘汰。所以在这个淘汰当中呢，我们现在有看到电动车，但是电动车呢，其实在整个从生产环节一直到这个到最后废弃的环节，其实它不是全部绿色的。所以未来我们在看呢，终极能源为什么是氢能呢？因为氢它我们这个方案是水电解制氢，那水你可以视为是一个取之不竭的东西，然后从绿色的电到水电解出来的氢跟氧，那这个是从头到尾没有碳排放，最干净。使用过后，最后又还原成水，所以在这个整个绿色循环当中呢，对人类的生态环境都是达到最大的保护。所以我们看未来一定是往这个方向去走。未来考克利尔净利的发展方向，我想分以下几点。第一点呢，
我们一定要持续深耕国内的市场。国内的氢能市场呢，还在一个起步阶段。我们公司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所以我们希望把我们的经验跟技术继续贡献给国内氢能的发展。第二是非常积极的涉入国际市场。那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外资公司，股东是欧洲比利时的考克里集团，所以我们也希望借由这样的结合，双方共同研发出下一代的产品，然后让我们国内的技术也发展到国外去，在国外的在全球的氢能市场呢能占有一席之地。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整个集团呢在全球各地现在也在部署新的产能，那我们会跟着这些产能呢一起走到国外去，把我们对这个全球氢能的支持，包括技术的支持、产能的支持，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呢，能贡献到全球氢能的发展。如果您对光伏产业还有更多问题想要提问，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哦。最后千万不要忘记点关注，一键3连，更多精彩敬请期待。